1820年2月6号，一艘载有黑人的帆船由纽约出发，驶向大西洋东岸的西非大陆。这艘名为伊丽莎白号的帆船虽然走的是三角贸易的老路，然而它的目的却同那些恶贯满盈的前辈正相反。伊丽莎白号此行是想将那些重获自由的美洲黑人送回非洲，并让他们仿效美国制度，在非洲也建立起一个地上天国。这个国家在后来被称为利比里亚。然而200年过去了，照搬美国制度的利比里亚不仅没能发家致富，反而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要贫穷。利比里亚的失败背后，到底是黑人不行，还是美国不行？我们不妨回到利比里亚建国之初，一探究竟。利比里亚的故事始于美国人的善意。19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奴隶在美国北方获得自由地位，奴隶解放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开始逐渐显露。这些在美国的黑人移民，不管是长相还是习俗，都同以欧洲人为主的白人移民大相径庭。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也无法融入白人社会，只能建立单一的黑人社区。北方的自由白人认为，社区的分离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撕裂，而南方的奴隶主则担心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会前往南方煽动奴隶出逃。最终，一部分美国人达成共识，要将在美黑人送回他们的老家非洲。1816年，美国人罗伯特·芬利创立了美国殖民协会，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上述目标。然而，这些美国黑人虽然世代为奴，但经过多代更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对非洲毫无概念，还认定美国才是他们的家乡。虽然南方奴隶主坚持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应该离开美国，任其自生自灭，但罗伯特·芬利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宣传美国的道德形象。于是他提议，由美国政府出面，在非洲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建立一个殖民地政权，而黑人们将会被送往这片殖民地，并仿效美国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美国殖民协会内部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他们在1820年就派出了第一艘前往非洲大陆的船只伊丽莎白号。而在伊丽莎白号抵达非洲之后，美国人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哪儿为这些人找到一片合适的落脚点。当时的非洲大陆虽然落后，但并非不毛之地，不管在哪儿都生活着大量的原住民。对协会有所耳闻的美国总统门罗决定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相中了西非海岸的一片土地，并于1821年委派斯托克顿中尉武力威胁当地酋长，以$300的价格强行购买了这里。这片土地就是后来的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在购买到土地之后，门罗随即将这片土地转交给美国殖民协会，而获得了定居点的美国殖民协会则继续将大量黑人运送到大海对岸。一时间，来自美国各州的自由黑人云集西非，他们仿效美国地名，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密苏里、马里兰等多个移民区。随着移民区逐渐扩大，美国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于1838年支持8个移民区合并，成立利比里亚联邦。就这样，一个由美国人一手缔造的国家出现在了非洲大陆上。这时候的利比里亚并非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而是美国控制的一个保护国。不过，美国此时没有放任利比里亚独立，倒不是想出尔反尔，而是在美国内部，一些政客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不想放弃这片殖民非洲的桥头堡。但是在回到非洲之后，黑人们可不想再做美国白人的仆从了。利比里亚联邦成立不到10年，美国人任命的利比里亚黑人总督罗伯茨就举起了反旗，让利比里亚脱离美国控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看到黑人如此不知好歹，美国也没有加以干涉。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对黑人问题有了结论的林肯，在第一时间就承认了利比里亚的独立地位。坐看这群黑人能不能在非洲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利比里亚也不负众望，在获得独立地位之后，罗伯茨先搞起了行为艺术，仿照美国国旗设计了利比里亚的国家标志，又以美国宪法为蓝本，推出了适合黑人体制的利比里亚宪法。表面上看，独立于1847年的利比里亚共和国是一个由美国化黑人建立的、仿照美国制度的现代共和国。然而，在国旗国徽这些假象下面，表面光鲜背后的利比里亚实际上同美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初衷上讲，美国白人把一部分黑人赶回非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然而，对于利比里亚当地的土著来讲，这些美国黑人的到来都是赤裸裸的鸠占鹊巢。在美国人的视角看，不管是美国黑人还是西非原住民，都是黑人。可是，在西非原住民的眼里，这些操着英语、信仰基督教的黑人是完完全全的异类。然而，更加可惜的是，这些美国黑人在重返家乡之后，也根本没有考虑过融入非洲社会。在1847年获得独立时，这批美国黑人确实仿照美国制度建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这里的民主是只属于13000名非裔美国人的民主。在这1万多名美洲移民之外，利比里亚境内在当时还生活着数十万非洲原住民，而这些人不仅被完全排除到了利比里亚的政治生活之外，还在美洲移民建立的新经济秩序当中成为了饱受剥削的奴隶。自1847年独立开始，连续20届利比里亚总统全部在美国移民中产生。1869年由美国移民成立的利比里亚真辉格党，更是在这个多党派国家内连续主政102年。而在政治生活之外，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居然仿效美国白人奴隶主，在利比里亚建立种植园，并强征当地土著为奴隶，上演了一出黑人奴役黑人的奇葩景象。面对美洲黑人的一家独大，被奴役的原住民为何毫无反应？真实原因是在我们的视角看来，在利比里亚内部是美洲黑人奴役原住民黑人，可是在原住民眼里，则是美洲黑人在奴役其他10几个本就矛盾重重的土著部落。以民族国家视角来看，独立之初的利比里亚内部至少存在16个民族，而美洲黑人则是人为创造的利比里亚地区的第17个民族。正因为民族数量太多，且在历史上就有矛盾，所以即使美洲黑人垄断了利比里亚政坛，也没有哪个单一民族有能力挑战由美国支持的美洲黑人。而为了保证自身的优越地位，美洲黑人的另一项政策才是导致利比里亚贫穷至今的根本原因。作为非洲大陆上第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利比里亚的民主徒有其表，但至少走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然而，美洲黑人在获得政权之后，深知自己能垄断利比里亚政坛的原因，正是自己接受过美国政治的熏陶，以及由美国人撑腰。于是，美洲黑人对于把知识分享给本地土著极为忌惮。1862年，利比里亚才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于首都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大学——利比里亚大学。而利比里亚迎来第二所公立大学，居然要等到147年之后的2009年。至于更有意义的义务教育，那些控制着利比里亚政府的美洲黑人则更加不上心。利比里亚的义务教育制度徒有其表，在仅存的中小学中，教学资源匮乏，教师水平低下是家常便饭。最终结果是，即使到了21世纪，利比里亚国内还至少1半人是文盲。文盲自然无法参与现代经济活动，也正因为大部分国民受教育水平低下，利比里亚即使有美国的援助，也无法在将近2个世纪之后建立一套完善的经济体制。然而，利比里亚的美洲黑人并不在意利比里亚是否发达，他们最在意的是能不能在利比里亚永远都做人上人。正因为如此，利比里亚民主背后的真相其实是一群新移民打着民主的幌子奴役原住民。所谓的美式民主，不过是存在于利比里亚的美洲黑人内部的政治游戏。而利比里亚在建国100多年中的政治改革，也都只是将所谓的民主权利由美洲黑人内部扩大到美洲黑人与原住民部落酋长的结合体上。这些政治改革的本质只是建立上层阶级的联盟，以更加方便地奴役利比里亚的底层原住民。正因为如此，利比里亚虽然套了个民主的皮，这个政权实质上比大部分非洲国家还要反动。而虚伪民主的反噬，则是那些进入权力中央的原住民上层开始冲击美洲黑人在利比里亚的统治地位。1980年，克兰族原住民军官塞缪尔·多伊趁利比里亚局势动荡，发动政变，打死了美洲黑人出身的总统托尔伯特。然而，因为美洲黑人对教育的轻视，导致这位新上任的军事独裁者不具备任何总统所必要的文化素质。在多伊上台之后，他只做了2件事情。一件是大规模清洗统治了利比里亚100多年的美洲黑人精英阶级，而另一件事则是疯狂拔高克兰族部落的地位。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自然会引爆更大规模的利比里亚内战。而在多轮内战之后，如今的利比里亚人均 GDP 不足$1000。非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甚至拖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后腿。至于利比里亚悲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黑人的问题，还是美国制度的问题？还是留待观众们做出评价吧。